5.3，故事浅薄，武侠味不足，射雕英雄传失败的真正原因。射雕英雄传电影版除了肖战帅气之外毫无亮点。自从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项目启动以来，观众对其期待值极高，毕竟这部作品承载着金庸武侠的经典精神。然而电影上映后，很多影迷的第一反应却是除了肖战的颜值，这部电影毫无亮点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调侃，但却是很多观众的真实感受。肖战作为主角郭靖的扮演者，确实展现了极高的颜值和一定的演技，但光靠帅气是无法支撑一部武侠大片的。一个真正优秀的武侠电影，需要的不仅仅是明星效应，还需要扎实的剧本、精彩的动作设计、深刻的人物塑造以及能够让观众共鸣的故事情节。然而，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郭靖这一角色的塑造却显得极其单薄。原著中的郭靖虽不聪明，但凭借着坚韧、善良和无畏的精神，成长为真正的英雄。而电影中的郭靖却少了这种成长轨迹，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正直却缺乏内在力量的角色。他的情感转变、生死抉择，甚至是与黄蓉的感情发展，都缺乏足够的铺垫，显得生硬而刻意。再者，整部电影的叙事节奏混乱，让人感到疲惫不堪。观众本想看到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武侠传奇，结果却在冗长的对话和缺乏冲突的剧情中不断消磨耐心。特别是郭靖和黄蓉的大量对话，本该是展现两人情感深度的桥段，却成了毫无生气的念经式交流，让人不禁想问，这还是金庸笔下那个生动的江湖吗？许多人观影后直言，如果不是肖战在撑着，这部电影根本没法看。这句话虽有些夸张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电影最大的缺陷，它并没有抓住观众的心。电影未能凸显金庸武侠精神。武侠电影的核心是什么？并不是炫目的特效，也不是大牌明星的加盟，而是侠之精神，那种为国为民的使命感，那种在江湖风雨中坚持正义、守护道义的信念。然而，这正是《射雕英雄传》最缺乏的东西。当观众走进影院，他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热血与豪情的郭靖，一个智慧与机敏并存的黄蓉，一个武林纷争与民族大义交织的壮阔江湖。然而，电影给出的却是一个套路化的商业故事，缺乏灵魂，甚至让人觉得可笑。比如电影的开场，郭靖的第一句台词竟然是星号星号，我是郭靖星号星号。这句简单的介绍本应该是非常自然的，但由于电影整体台词的设计生硬，反而让观众瞬间出戏。紧接着，郭靖与黄蓉的对话更是让人抓狂，二人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公司年终汇报，生硬、死板，没有丝毫江湖侠侣之间的默契和灵动感。侠是什么？是金庸笔下那些无惧生死、敢于担当的人。但是电影版的郭靖却显得呆板而无力，他的成长曲线不明显，他的信念也缺乏足够的铺垫，让人很难相信他最终能成为那个力挽狂澜的英雄。而黄蓉作为他的灵魂伴侣，原本应该聪慧过人、机敏灵动，然而电影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刻板的辅助型角色，让人无法共情。更严重的是，电影并没有真正展现武侠世界的厚重感。原著中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家国天下、民族大义的英雄史诗。但电影却忽略了这一点，刻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和历史氛围，让整个故事变得轻飘飘的，没有真正的冲突和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观众觉得这部电影没有武侠味，因为它丢失了最核心的东西，侠义精神和江湖气息。史诗级大战变成尴尬戏码。襄阳之战本应是这部电影的重头戏，它不仅象征着民族存亡的危机，更是郭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战。然而，电影却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呈现了这场大战，让无数观众哭笑不得。整场战役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史诗感，反而更像是一个小规模冲突。蒙古大军虽然号称几十万，但画面中展现出来的却寥寥无几。战争场面缺乏紧张感，战术设计也十分单调，完全无法让人感受到那种生死一线的绝望氛围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
电影竟然设计了一幕郭靖和黄蓉牵手挡在蒙古大军面前，高喊想攻城，先杀了我们的场景。这一幕让人难以理解，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，率领铁骑横扫欧亚大陆，怎么可能因为郭靖的几句话就轻易撤军？这场戏让很多观众直接笑出声，甚至调侃说郭靖是不是掌握了嘴遁技能？这种荒诞的剧情安排不仅让襄阳之战失去了应有的紧张感，也让整个电影的逻辑崩坏，让人无法投入其中。而郭靖与欧阳锋的战斗更是被戏称为真人版火影忍者，两人对轰神罗天征，但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身体接触，像是在演一场华而不实的舞台剧。这种设定不仅让金庸迷失望透顶，也让武侠片的战斗魅力荡然无存。黄蓉选角失败，形象崩塌。作为金庸武侠中最受欢迎的女性角色之一，黄蓉一直是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然而，电影版的黄蓉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口碑崩盘，原因就在于选角的失败。庄达菲饰演的黄蓉虽然并非完全没有演技，但她的形象与原著相去甚远。原著中的黄蓉聪慧灵动，既俏皮可爱，又机智过人，是个兼具美貌和智慧的奇女子。然而，在电影中，她的形象变得呆板，缺乏灵气，甚至毫无吸引力。导演徐克的本意可能是想打造一个更现代化、更有力量的黄蓉形象，让她更冷静、更坚强。然而，这种改动却让黄蓉丧失了她最独特的魅力。她不再是那个古灵精怪、机智百出的小东邪，而变成了一个严肃正经的战士。这种形象虽然符合现代女性的审美趋势，但却完全背离了金庸的设定。更何况，电影本身的剧本也没能给黄蓉足够的发挥空间。她与郭靖的感情线被处理得十分僵硬，人物之间的互动缺乏自然流畅的情感交流，这也让黄蓉的角色更加缺乏说服力。这一切使得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始终感到不适应，也难以对角色产生共鸣。剧情浮夸，缺乏武侠内核。金庸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，正是因为其深厚的武侠文化底蕴。它不仅仅是打打杀杀，更是江湖、道义、爱恨情仇的交织。然而，这部电影却完全丢失了这些核心元素。导演试图用星号视觉奇观星号来掩盖剧情的不足，然而空洞的故事、浮夸的表演，最终还是让观众失去了耐心。整个电影更像是一场华丽但缺乏灵魂的演出，完全无法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。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票房失败、口碑崩盘的作品。观众的期待终究落空。从宣布立项的那一天起，《射雕英雄传》侠之大者就承载了无数影迷的期待。然而，影片最终的呈现却让人失望不已。豆瓣评分 5.3， 票房低迷，这一切都说明了观众并不会为一部缺乏诚意的电影买单。真正的武侠电影不仅仅是特效与明星阵容的堆砌，更需要对侠义精神的深刻诠释。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失败，正是因为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，武侠的灵魂永远是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希望未来的武侠电影能真正尊重原著，用心讲故事，而不是仅仅依靠流量明星和炫酷特效来吸引观众。你们怎么看这部电影？你们是否同意以上的观点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喜欢金庸武侠的朋友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